各位贵宾，我想今天大家会留到最后面，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那刚刚我们四位这个 panelist 的呢，他已经做了很多深入的探讨，说不定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说不定呢，还有一些问题还没解决。那我相信等一下大家一定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那我们是不是再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四位我们的左总裁，还有我们的陈董事长、邱董事长跟我们的刘董事长。在这边特别要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这四位里面有2位是学会计的，有1位是学气管的，那其中1位才是跟本行比较相关的。所以呢，你们在这边呢可以有无限的想象你不管学文理法商工，你全部都可以变成企业的老板，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等一下我们的一个方式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式。一开始呢，我会先跟我们的这些主讲者呢，请问几个问题，然后呢，我会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来实际来问问题那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再接下来问其他的问题，好不好？那因为刚刚4位主讲者呢，特别提到，尤其我们那个左总裁，他一开始说，你新闻不看的话，那你就落伍了；但是你新闻看多了，你就会迷失了。所以说，在这边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牵涉到创新呢，今天早上我们的副总统也提到一个可成的案例。可成呢，他把泰州厂。大陆的泰州厂整个卖掉，卖了4.2亿美元。那泰州厂呢是占可成营运的40%的营运那他为什么可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我就卖掉了？那这边就牵涉到创新的部分嘛。那我们要怎么去创新？我们怎么去抛弃惯性？刚刚我们那个邱董事长特别提到，要抛弃惯性呢，要勇于创新呢。但是我们在座的有可能有大企业，有的中小企业。那我怎么去创新？那我可以弯道超车吗？这个就想来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这个主讲者是不是哪些可以提供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或者我们这些大企业的，你怎么来做创新？怎么来落实创新？那是不是可以弯道超车？左总裁，您先抛出议题的。我讲创新呢，我们30多年前呢，在伯克莱就开课了。那个时候，我认为创新是非常重要。那后来呢，这个 MIT 有一个韩国教授来到台湾，他就写了一本书，为了他的书，模仿是为了创新。我今天也有讲这个模仿不是抄袭，所以创新是一个很困难的，不管他在 building model。或者各种情况都可能产生，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力矩马达 Torque Motor 呢，现在逐渐的在工业上开始用，但是这个产品呢，我交给我那个莫斯科实验室。那莫斯科这个实验室呢，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呢，我把它接下来的。那2008年呢，世界金融危机呢。我又接受美国我那个客户这 Applied Material 的建议呢，接下我现在的以色列厂就是 Megafab。那我把它稍微改一个名字了，把它连在一起。那其实呢，2次金融危机我们都接下国外，可是最大的我们这个莫斯科实验室呢，因为我看好了这个未来10年以后可能会发展，所以我把任务交给我莫斯科实验室。那我们的执行长看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有国防科技呢，才可以。”我说：“那你要想办法了。”所以他去圣彼得堡把这个技术给突破。那这个创新呢，其实一个一念之间，你基本上是可能像刚刚讲那个马桶冲水，你要去想那个漩涡是不一样这个你直接冲，这个洗不干净。可以用漩涡的，它就可能，那是小的会到这个地步，那是大的，它可能是要人类未来的一个需求可能会看到。那这个时候你创新，可能自己也不够，所以你还可能还有另外跨领域
去结合另外的专长来跨领域。所以将来的创新呢，我相信跨领域的会是很多。那将来台湾的产业也是一样，台湾我以前都重视在硬体上，未来的岁月一定是软硬兼施的，这也是工业4.0一个基本的核心的价值所在。所以我讲创新呢是一种全民运动了。这个你不能说是谁的责任而已，任何人都有创新的可能，因为你要服务顾客，你就会带动，我如何创造比顾客现在更使用方便的，或者更有价值的东西。那顾客就像佐贝斯讲，他看到了他才会相信，那你如何去把它创造出来？他看到了，我想这个创新大概是动机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左总呢讲得非常好。那我们刚刚邱董呢也特别提到，创新来自需求，但是现在的创新跟以前的创新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创新可能牵涉到整个企业的转型，它的命脉是不是要整个转？就像可成，它整个放弃掉一个，它是要转向另外一个，那这个要相当大的勇气，然后它后面有什么支撑的力量？这个可不可以我们请邱董事长来给我们稍微做一下阐释？这个我没有办法 comment 这个可成的这个策略哦。我想那个企业经营哦，就是换股操作，或者是顺应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去中国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要求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的这个台商不得不的这个选择哦。所以但是舍弃了这个中国之后，事实上中国之外，全世界还有很大的一个 population 哦，中国有大概10几亿的人口，那其他的这个地区还有40几亿的这个人口哦，所以40几亿的人口带动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机会哦，我觉得还是无穷啦哦，所以我觉得人类的这个大的创新一定都是在极度的这个巨变之后，你才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哦。去对应未来的世界。那当然以目前的这个时代来讲，我们在座应该很多的都是所谓的这个制造业嘛那制造业里面谈创新，其实谈转型，我想这几年最重要的趋势应该还是这个所谓的 IoT 的这应用啦 ，AI 啦，怎么应用？那其实我们的经验里面发现说，太多的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人都不认为 AI 或 IoT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自己在用 Google， 我们在用 Facebook， 我们在用各种的 IoT 联网的装置，可是这个好像都是否个人，而不是否这个我们的经营上的这个需求。所以这个的连结，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透过这次的疫情可能会激发出来或者是改变我觉得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性。所以我非常赞成，就是说其实创新真的不是真的是人人有责因为事实上现在的这个创新不只在谈这个整个工厂生产的这个转型跟创新，产品的转型跟创新，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创新的产品现在都卖不动，因为要联网。然后呢，这个联网之后呢，到底有好啊不好不知所以其实大家要花钱去买一些新的这些 solution 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犹豫。那所以商务模式的创新变成是会带动科技创新成熟发展的，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那商务这个模型的创新本来就不一定是 engineer 的责任嘛。我想商务甚至于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任何的消费者想得到的这个用途，怎么样最后会变成在这个工业上面，让我们现在创新的这个产品能够得到发展。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我觉得都是可以预期的一个未来。谢谢。那我们那个刘董事长，请。OK， 创新有很多轴面哈。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就是说，是不是比较聚焦在所谓的数位转型？好，那当然你也可以工业设计啊等等啊，组织啊都可以。但是数位转型还是现在最近这个创新主流。好，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还是数位转型为主流哈，其他的也可能也有。
那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这个数位转型哈，以最近几年呢，主要是跨领域。刚才左董也讲，一定是跨领域，就是我们研华搞工业电脑，那一定是工业电脑跟制造、工业电脑跟医疗、工业电脑跟环保这样子，是一个能力跟一个 domain 这样连起来。好，那所以跨领域是关键。我们研华今年第37年，过去就逼着我们自己做就可以。好，制造、销售都自己做，但是就最近几年来发现这样绝对不行。好，所以一定要所谓的跨领域，像我们跟东元集团的东杰哈也做一些策略结盟。好，那就是跨领域，那这个是很关键。就是如果你不跳出你自己的领域，怎么创新？好，所以我们研华的最近几年以前从来没有做，就是以外部共创为一个创新的主轴。好，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以我个人看法，因为本来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后疫情时代到底，譬如说中美啊这个问题啊，到底怎么应对？哈，我个人看法，以我们公司的情况来讲，一定是更加深在大陆的投入跟生根。为什么这样讲？哈，因为台湾是一个比较很小的地方，所以你要创新，首先你要有一个市场够大，还有人才。就台湾的人才虽然优秀，但是量很少。另外就是市场不够大，所以我认为真的要做比较突破的创新，一定要连接一个你可以发挥的市场。那我认为台湾人来讲，没有中国大陆以外是没有机会的。好，因为你到美国、欧洲想创新哈，你我们英文也不好到哪里去。那美国人看台湾也不见得那么重视，所以呢，虽然这个政治问题还在两岸问题还在，但是也只有用大陆语言相通、文化可以沟通，然后这个平台够大。好，虽然政治上有点障碍，但是这个我认为是高度创新唯一的办法。好，这是我个人这个意见。好，讲到这里。谢谢刘董。所以说创新呢，第一个要跨领域，第二个人人有责，第三个你要有市场来支撑。但是接下来呢，马上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人才呢到处都需要有高级的人才，那我们怎么去吸引这些人才？怎么去培养人才？因为你没有好的人才的话，后面企业做不下去啊。然后刚刚包括陈董跟刘董也是特别提到，后疫情时代的话，大家鼓励做远端上班嘛，远端来做这个工作的推进。那远端工作呢，牵涉到一个问题哦，你马上治安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我是不是很容易把我公司的机密呢就整个泄露？那这个要怎么去做控管？那这个是不是请教我们的陈董这边有没有？的确是了哈，因为你资讯用的越多，尤其是远距离、远端的这种传输，那我想治安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左董也提到，我们本公司也蛮幸运的哈，就是说发生这个商业间谍的案子啊，但是我们公司是连中2枪哈，这个实在是蛮幸运的了哈。那我们的国安单位跟我讲说，你很幸福啊。我说怎么搞？他说你们公司是我们保护的对象哈。我说我知道了，我是你们监督的对象，对不对？对不对？那大陆呢也想尽办法呢，那通过各种方法呢来进来要窃取我们的资料。那我讲第一次的这个案件呢是比较大的呢，就是后来各报纸啦、《金周刊》啦、《商业周刊》啦、《财讯》啦，都专栏写过哈。那其实这个就跟刚刚讲的治安，那我们是可以破解这个的，就是在我们治安上面，我们有下点功夫了啊。那第一次是，因为他们用的方法实在是你想不到的哈，它是中共航空单位、航空部下面的军系的所属的一个单位。那我们公司偏偏在这方面的技术，在世界上算是还在名列前茅了哈。
那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来偷这个技术。那么他是透过我们台湾联电退休的一个经理去他们那边做顾问，然后派出来呢，假借要用 recruit 这个人的这个名义呢，说他们要在台湾来设厂，怎么样呢？那把我们公司去应征的人呢，就约到外面那个林口的 Starbucks 呢，就在那边，所以一杯咖啡的几十亿啊，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会发现呢？那他当然提供很优渥了的条件哈，比如说，他这个只要你愿意跟他签约，就马上现金给100万哈。然后呢，这个每个月呢，他叫你现在不要离开，你在里面继续拖哈。那每个月给他一个固定薪水。那3年后呢，保证他们过去呢，以台湾这个3倍的薪水呢，那么来支付哈，这个是基本条件。那我们为什么会发现呢？就蛮奇怪的，就是说我们有个电脑系统呢，是我们农化关 KM 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是专门来解决我们在制程上面如果有碰到问题的话，那工程师可以去查验，那可以很快的这个帮他提供这个 solution。但是我们突然间发现很奇怪，我们资讯单位发现奇怪，这个最近的翻页率很高，就点阅率很高。但是我们的制程又很稳定啊，并没有听到制程上有发生任何的问题啊，怎么突然间这么高？然后再进去一查呢，发现它翻页的速度很快，是算秒的。那显然是一件问题嘛，他是把网页打开，然后再一直照相嘛。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对了嘛。不对之后还好，因为他 approach 的这个工程师的成绩不高，所以他能看到的资料的成绩不高。那我们就跟我们的情报单位这个调查局呢报案。那真的，一查下去。跟我讲说，陈总就不得了，这是大事情。然后说他们就把他们的整个监听啦、跟踪啦什么，所有都非常完整。那突然间有一天呢，他们告诉我说不行了，这个半夜了，然后今天早上一定要收网，所以就当天早上200多个人分5个地方呢就去收了哈。那是因为那天是星期五，那时候今天不收完，他们接听到他们的礼拜一的机票都准备好，就要飞，资料就要带过去这样，所以这个网就一收。那当然这个本来应该是个大消息了，但很可惜呢，那一天呢，他们也调查局也举办了很盛大记者会啊，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是后来报章杂志出来才知道，因为那一天呢正好是马习会。所以同一天有2件大事哈，但马习会就盖过所有一切了，那所以从这里就证明说，这个治安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那也因为这样，那我们觉得我们这样还不够，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我们也跟外面的治安公司合作，那经常性的就是不定期的，它除了我们的系统跟我们建制以外。那不定期的，他们也会扮演骇客的这个角色的，就进来攻击我们的网站。那这样看看有没有漏洞。那其实上除了，我相信他们要偷窃我们的机密，除了刚刚讲的那些方法以外，我相信这个透过网络的攻击呢，应该是他们最常见的方法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做这样的一个普建。那至于你刚刚讲那个。我想我们大概不知道他们的决策怎么样了，不过可能这几年在大陆受的灾难也算是怎么讲，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那再加上像这个中国去美化啊，美国要去中化的这种环境之下，台商呢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界。我在想，他
这个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然后我想他们一定有未来的规划。就刚刚这个理事长讲的，应该有心目中有一个转型的计划呢。所以在这个时间到，他可以脱离中国，他当然是要脱离中国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非常谢谢我们陈董事长。那个左总裁，像上银的话，所有的公司呢，遍布全世界，包括日本、德国，还有那个俄国、意大利，都有嘛，哈，还有英国也有。那在人才培育方 recruit 方面，怎么去招募到好的人才？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哈，因为我很重视人才，所以我当公积金工会理事长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先做，我就从台大一直看到中山大学，我自己带的工会的所有理监事一家家去看，重新去复制我鼓励他们呢去做产学合作，因为你自己的公司呢人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无限的哈。那我讲一个 case 给各位参考。我那个线性滑轨啊，台湾有一个厂商，这个从我那个线性滑轨的经理，一直到行销啦，所有科长级以上全部挖走。这台湾这个经常会发现呐，这个你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因为台湾喜欢就挖角嘛，所以我当初开发一个新产品的时候，开发出来的，后来叫他开发比较低阶的，我那个以色列的干部呢，他就不接受，他说：“哎呀，这个小学程度你派人来，我给你训练好就可以了。”但是我坚决拒绝，为什么？因为台湾没有这个技术。我如果我把这个训练好，弄回台湾，他没有多久走掉，因为这个不是你薪水的问题。各位，你挖你的人可能出10倍薪水啊，你可能员工都是10倍薪水吗？不可能嘛。所以我花了6个月时间呢，才说服我那个以色列同仁，他才愿意去做那个他认为是小学程度了。因为我前面跟他做，他说那个是大学程度，现在这个是小学程度，他也不想做。你台湾派来训练，所以人才的训练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推动啊，在台湾呢去做产学合作，但是台湾厂商啊很多犯了错误，就希望学校给你做的是可以商品化的，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刚刚各位在做简报上，你可以看到，那个即使荔枝，它经过 coating 以后，它也可以保湿，可以保鲜。那我举个今年的例子，我们没有做过这个处理的，3公斤卖7800块日币，经过这个处理以后的1.5公斤卖7000块日币，各位价值有多少？这个是中兴大学进入出来的，那我出的钱，然后我在日本花了好几年去推广，那个所有推广费是我出的啦，那而且他日本人喜欢伴手礼，伴手礼的荔枝也是我出的钱买的啦，我这是大口袋啦，人家讲啊，带一股热情，我认为农业是可以高质化，因为它高质化了以后，年轻人才可能回去，他没有高质化，年轻人怎么回去呢？所以我只想说证明这样的一点，这是一种阿 Q。但是你可以看到学校也很多基础知识啊，那你怎么好好的去利用它呢？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公司来讲，很多干部呢都经过，他有的是高工来的，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去包办啊，还送去学校再读啊，大学的啊，这有的大学再去弄硕士班啊，这就反正我们就是不断的这样去鼓励啊，除非你去hire，我们就讲个笑话。我们以前去白俄的时候，那个%点那个台湾人呢，其他的大概看到黄种人都是，各位都是韩国人。韩国的技术各位怎么来的？半导体，他书上没写。我跟各位报告，他基本的技术是来个俄国。俄国有3个半导体中心，一个是明斯克，一个是圣彼得堡，一个是那个莫斯科。所以我接的那个是在莫斯科，
但很早就莫斯科投资了，就是1998年这个亚洲金融危机，我才把它接下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你人才自己要不断的培养，可是你培养不来的，那你就要靠国外，把它给整合起来。所以我本来问那个 MIT 的教授，为什么他是模仿是为了创新嘛？我想请教他，他上次有来台湾演讲，结果他下午就不在了，所以没得问我只想问他说，为什么你那本书不写这一段？所以韩国达到一个程度以后，日本跟美国他才可以谈判。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粗浅的经验给各位做参考，我们自己没有可以引用外面的，谢谢。我们谢谢左总裁跟陈董事长啊。基本上你要培养好的人才呢，这是上银公司一直在做的。那曾经马云说过，你不要让人受委屈了，也不要让钱受委屈了，那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好的人。那我相信各位企业界的老板也应该深谙其中道理啊哈。那我这边倒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台湾未来呢，在面临这个后疫情时代的话，到底所以很多的公司呢是要继续走向代工 OEM， 还是要走向 OBM， 有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大家始终有一个迷思嘛，我所有做的东西要 cost down， 要尽量低成本。但是 cost down 是唯一的一个路子吗？还是说要怎么去 leverage 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优点呢？哈，那这边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刘董那边开始好不好？台湾当然很多公司是代工，哈，那其实研华目前我们号称是品牌，但是我们营业额里面应该是有30% 还是代工的，好，帮国外的各种设备公司代工还是30%。那我的个人看法是，别讲这个问题了，你不要去考虑我要代工或者品牌，这个问题扯不完的，所以想没用，啊，因为你的生意如果靠代工，那你也没办法不要生意这样子。好，所以以研华来讲呢，我们的代工跟品牌是并存，没有隔离，但是共享这个制造采购的资源，那效果非常大。好，所以从代工也可以学习。好，那品牌还是占70%。那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人才跟经营模式呢，我自己啦，好，我们研华这边就是以平台跟模式的展开跟生态的展开为长期考量。当你是生态是平台的时候，那个技术跟这个生态系就是散开了，散开了以后，单一的人才跟单一的模仿呢，外面的单一的挖角啊，它影响就不大。好，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就是展开平台，好，展开这个模式。好，那我也回应那个左董刚才讲这个产学合作。我们也很热衷于产学合作。我知道左董上银也是做很多的学校的支持。那我们因为面对很多的产业，很多不同的那个 domain， 所以我们也不断的用学校的合作呢。我们一个叫做 early design， 就是我们很多认为是明年会做、明后年要做的事情，先到学校做 project。好，那学校我很认同左董讲的，就是你绝对不能让学校做出你要做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们叫做early design，就是说学校只是帮你打，好像有演习一样，先练习一下，然后我们会有那个产品的 PM 跟工业设计等等加入，然后完了以后这个产品绝对不会用的，学校的成果我们绝对不会说要拿来生产，不可能，一定是再用内部再做一次。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呢，学校产生的创新跟突破的价值相当大。好，所以我的意见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邱董事长有没有任何的 comment？ 其实我们很羡慕台湾很多的这个产业哦，有很大的一些代工的这个业务可以做哦。那基本上代工业务把这个这个量冲大，虽然这个代工的这个厂商要求你不断的这个 cost down 哦，但是至少你 cost down 完之后，你还有一个稳定的订单嘛哦。那自有品牌其实东元我们刚才在讲，我们全球化的这个经营全部都是用自有品牌，所以自有品牌的经营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哦。
那如果是以这个台湾的这个企业要走到这个自有品牌全球经营，其实我想大概都可以数得出来。那东元的这个成长能够透过自有品牌成长，其实还是透过并购啊，包括我们在美国并购了这个 Westinghouse 啊，它是一个在美国大型马达的市占率第1名的这个公司。那我们在欧洲也并购了一个50年历史的这个gear reducer 的这个工厂啊，所以透过并购啊。才有机会进到这个把这个全球经营的这个规模做大。我想这是对于自有品牌商的一个挑战。那刚刚提到说，那自有品牌商就真的没有成本的压力吗？事实上，刚刚好像是左总裁嘛，也有提到，我们面临中国，其实我们最大的这个怎么讲劣势就是我市场不够大，所以我们要经营这个自有品牌，以我们的这个生产量，那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要面对中国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成本永远都输它。所以不管是自有品牌代工，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就是要 cost down。所以长期来讲，我觉得以台湾市场不大，那又要能够永续经营，那一定是不是只是追求 cost down， 因为 cost down以我们的规模一定有一个极限。所以，但是要追求 value up， 事实上以台湾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环境，不管是产学合作，其实刚刚我记得陈董事长有提到嘛，台湾的这个租税条件啊，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是不足以吸引国际间的这个优秀人才来加入。所以你说我们的这个创新 value up 能够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一个限制。所以自有品牌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以东元为例，我们大概就是选择所谓的少量多样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因为再怎么样的这个需求，在大量市场之外，都还是有一些 niche 的 market， 有一些客户特殊的要求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透过智慧制造这个全球的 delivery， 台湾其实在这一端。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机会。那这也是我们在全球经营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就是在亚洲地方主要的生产中心大量生产，可是我们送到前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每个地区我们都有所谓的 markup 就是说根据当地的客户特殊的需求，我再去做一些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微调。所以追求少量多样，然后追求这个 niche market，然后一些高毛利的这样子的一个营运的空间，我想应该是我们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之下，业者一个可能比较务实的一条路啦。谢谢刘董跟那个邱董啊哈。所以说 cost down 的过程呢，我们还是要追求 value up， 而且你 OEM 要有，那 OBM 如果能够的话，也要兼顾就是了。所以看来就是说，好像这个是台湾的宿命，你只能走中道。不能走极端。那在这边呢，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啊，哈，是不是跟4位讲者稍微商量一下？我们是利用这个时间开放给下面的听众呢，看他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要请教四位。好，请。我这个问题是跟公积金比较有相关，尤其是左总裁跟刘董事长。台湾的公积金走了60年，产值有1兆多。左总裁最近讲，到明年6月，台湾有1/3的公积金厂会倒闭。坏，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公积金多好多好。我们今天讲智慧机械，讲智慧制造，但是台湾的公积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一个产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控制器、我们的15马达、我们的主轴都是外购的，这其中这些占了1/4到1/3的成本，面临着 COVID-19 的冲击。刚才邱董事长讲说，我们要抛弃惯性，勇于创新。左总裁也讲，
创新有9个层次，但是我们的公积金产业60年来一直不敢touch那个最核心的技术，也不敢勇于去挑战控制器。但这些的结果都是谁买单？都是这些加工业者购买公积金的这些产业的人买单。公积金界他们不会心痛，因为不是他买单。好不好？我请教2位那个大佬，台湾包括有没有人勇于组一个公积金 CNC 控制器的团队，国家队，摆脱这个噩梦？谢谢。那左董，我给你另类的思考。台湾不可能做控制器到达那2家，一家是发那科，一家是西门子。你如果真的了解的话，你政府不可能投入那么多，国家队也是一样。但台湾的公积金是困难，它是赚easy money比较大，标准型。它是看看日本怎么做，我们后面速度快，产业链完整，所以我们比较便宜。但是台湾的公积金还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那6条路是怎么走？所以我建议行政院现在沈副院长不要再去上当了，去碰那个公积金了，那个控制器了，台湾是不可能。哦，我想研华有去买了一家哦，但是不是研华不可以做？为什么？因为我为了做 robot， 那里面有个关键零组件，就是 harmonic drive。那日本人不卖我刀具，所以我就买下竹科的一家。可是我就发现说，哎，竹科的软体比台湾任何公积金都强。可它怎么强？我就用研华的工业控制器，再加上因为它有 HMI， 这不管是发那个谁都有。所以利用你把很多软体、很多 know-how 写在研华的工业电脑里面，我再用它的 HMI 就直接可以连线了，你就可以达到了。哦，所以我想你硬碰硬去做那个，你想那个富士山下有1500个人，那这个他当初的技术也是从德国来的，那德国西门子是德国最大的工业集团，你有什么多少的力量可以去做那个？而且台湾即使做到了，也没人敢买你，为什么？美in台湾啊！我跟一开始就讲这个，这不是我讲的哦，这个那个影带讲啊，这个国家是不存在的，那很多人没有听过，所以我想这个是现实的问题。但是透过研华的工业电脑就可以做到了。那我很多年啦，1998年去那个，我去看俄国的那个公积金大学哦，它有个整个公积金大学，那去看了看，哎，那个俄国才垮掉啊，它唯有控制器是谁？研华的工业电脑，哎，它别的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研华在俄国还蛮成功的，因为全世界你在那边去看到东欧国家里面都有研华的工业电脑，所以我觉得是每一个国家不见得你要做每一样东西。韩国也是想要做控制器，没成功。所以我想这个是基本上我们做到我们可以做的，哎，这个是最重要。因为你用控制器来，即使做到了，我跟你讲，你即使今天比发那科强了，你装上你的控制器也没人敢买。我讲说穿了就这样，因为国家的形象跟这个是不搭配的。我想提供你做3个。谢谢周董。我也赶快回答一下哈。我本来也以为，我们可以进入控制器。哦，那我现在会建议政府不要再投入控制器，跟左董意见一模一样，建议政府不要再投入了。如果要投入，看上银这种公司啊，就是因为它比较接近啊。那不是，我们就是有一家公司做可行哈。那我自己在很多年前就是并购了这个宝源，它是一种特殊的 PC base 控制器。好，那就是我们并购，我本来的如意算盘是说，我们把这个控制器并到研华的业务啊，怎么样哈？那反正我们业务一大堆哈，那随便卖也有，就试了3-5年啊，我们的业务都卖不出去，
我们的业务卖不出去控制器，就是还是保元自己卖。好，所以最近几年就是我们又让保元稍微就变得比较独立了这样子哈，所以等于说放弃去整并，就是答案就是整并以后研华的业务，我们业务很多啊，很多卖不出去控制器，啊就是这样，这一言难尽的哈。为什么卖出去要讲30分钟？好，谢谢。那我也建议就是说不必恋战控制器。我们研华最近哈，我们有个大的计划，就是说叫做设备联网，就是说我们准备要招一些同业哈，包括可能东元啊什么的，大家来合作，就是全力发展设备联网。也就是说，这不一定是工具机啦，就是各种木工机啊，什么那个空压机啊这种机器啊，让它联网，然后用云端网络去赋能这个机器，这样的机会，反正大家都还没做，好，就是我认为台湾赶快做这一块是最有机会，就是任何机器联网，然后发展这个网络，好，那可能前端用 PC 或者用 Edge 来，好，这是一个新的 game， 完全新的 game。那西门子、富兰克他不太敢做，因为他本来的旧的那个利益太大，好，所以我会有这么个看法，好，所以我在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如果对这个设备联网有兴趣哈，我们这个也是希望跟外部来连接啊，来连接合作的哈。我建议是往新的走，别往旧的啊，老掉牙，旧的又去恋战，这个我认为机会也不大。这样。好，谢谢两位董事长哈，他们说的非常好啊哈，就是做我们能够做的。找我们的强项去做，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一个地方啊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个工作人员一再挤时间到，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这边做结束啊。我们是不是再次用热烈掌声，谢谢我们陈董事长、我们的左总裁、我们的邱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刘董事长，也谢谢大家今天留到最后一刻钟啊哈。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谢谢。